iQOO 5 Pro。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iQOO 在下半年最新发布的这两台他们本序列的顶级旗舰啊，一台5和一台 Pro 啊，这个跟上半年的只发了一个iQOO 3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上半年如果咱们说机圈有哪些机被低估了啊，之前我在微博上也说过，我觉得iQOO 3算是一台，因为那台机器各方面的表现其实都非常不错，尤其是在续航方面。但是呢，由于它没有上到90赫兹高刷，所以说也算有一些遗憾吧，一直呢都没有被提及的特别多。然后呢也发布了一些，比如说2000元单位性价比非常高的手机。那么下半年的这两台机，一个5，一个5 Pro， 而且这个还是和宝马进行合作的啊。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影币，感谢。这盒子方面呢，其实跟之前那个iQOO呢也算是有一个延续，就是这种斜切式的几何的盒子，这个是斜角打开的，然后上面有一个大的5字，然后一个什么书，然后机器我们已经提前设置完毕了啊。然后下边呢就是一些传统的配件，充电器方面呢，这个iQOO 5呢是这个55瓦的一个快充，这也算是非常高的一个速度了。然后一个 Type-C 的数据线首先是 iQOO 5这边呢 ，ID 方面它采用了一个磨砂的质感，这次呢应该是有2个颜色，全部都是 AG 的后盖，一个是皓影，一个是星硕，这个颜色叫应该是这么读啊。这台iQOO 5其实包括 Pro 啊，你拿上手机的第一感觉就是。作为旗舰机来说，它们真的还是非常轻薄的，尤其是之前我还体验过一些是吧，高达220多克的那个手机之后，这个是8.3毫米197克啊，这个把旗舰机做到200克以内的这个重量还是非常低了啊。然后屏幕的尺寸方面呢，它是一个6.56寸的一个 AMOLED 的屏幕，这个iQOO 5上呢，它是一个直屏的设计，你需要注意一下啊，它并不是曲面屏，但是呢，它里边的这块屏幕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其实是一个柔性屏，来当成这个直屏来用，因为柔性屏也更轻一些，所以它才能把机器做到200克以内。正面点亮屏幕的这个冲击力呢，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它是一个3边等宽的设计，就是顶部和2边全部都是等宽的，然后下边呢，下巴稍微宽了那么一丢丢，而且呢，它顶部呢是采用的这种微缝式的设计，这种非常旗舰的这种工艺，然后也是双扬声器的这么一个配置。其实这次颜色上的调教的，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就是蓝银色的那种混合色嘛，就蓝色和银色都掺了一点，尤其是灯光打上去的时候，然后上面呢是比较深的那种蓝色，做了一个渐变，机器质感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加上了 AG 工艺之后，后背啊，这个我第一次拿到这个机器的时候，我觉得最值得夸奖的一个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摄像模组的设计。其实之前我们也夸奖过很多次，就是整个从今年摄像头开始做多了之后，然后整个做成矩阵化之后啊，机圈的这个摄像头的排布上面非常影响这台机器后背的这个质感，甚至它整机的这个气质。蓝场器这边呢做的这种规矩的这种后置的摄像头设计，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啊。它上面呢是一个玻璃的凸起，然后呢还有一个金属的凸起作为整个模组的这个保护啊，下面有一个小的iQOO 的这个 logo。屏幕方面呢，其实这块屏幕大家应该并不陌生，最近的一些旗舰机呢也都在用啊，120赫兹的刷新率，24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然后什么100%的 DCI-P3 之类的，这个全都有。这块屏幕呢，在我们的日常使用中呢，这个跟手性呢其实还是挺好的，因为之前呢出现过一些机器是吧，调教的这个跟手性稍微差一些。硬件配置方面呢，也是目前旗舰机的这一套标配，这865 RPDDR5 加上 UFS 3.1。咱们废话不多说，先来看一下这次的iQOO 5它的跑分情况怎么样。OK， 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iQOO 5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后期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把它的数据更新到我们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面。相机方面呢，应该是这次这个系列的机型一个非常大的卖点嘛，就是它采用了5000万的这颗 GN1 的3星的主摄。之前我们体验到这颗主摄呢是在 X50这个 Pro Plus 那颗超大杯上面，当时呢我们跟华为呢已经是做了一些对比啊，已经是打一个来回了。这次它调教的怎么样？咱们直接样张说话。同样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回复iQOO 5，你可以查看这些样张的原图。
J1 这个镜头，包括整个镜组啊，这个参数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就不再给大家念了。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过这颗镜头啊，这个镜头呢其实在造型上啊，是要比这个模组稍微的再凸起来一点的，就 J1 这个主摄最大的这个。然后这台机器也支持 8K 的视频录制，而且带这个视频的防抖功能。整个镜组呢还是非常旗舰的这么一套吧。其实视频聊到这儿啊，你已经感觉到了，就是这次的这个 iQOO 呢，不像 iQOO 3一样，其实之前包括 iQOO 的机型啊，它一直强调自己有一个游戏属性，就是在游戏性上表现的都是非常强。比如说还有尖键，但是这次呢，完全改变了之前那种风格，包括这个颜值，包括这个 ID 设计，就是非常像这个是吧？蓝厂的传统的那种大旗舰的那种感觉，就是比较精致，也没有加入尖键，没有破坏这个整个边框的这种一体性，然后也更加精致一些。虽然这次 iQOO 在外观 ID 上呢去了一些游戏化，但是在软件方面呢，依然还是保留了电竞的底色啊。比如这次王者荣耀它做了阵感方面的深度定制，比如说大招啊，还有就是一些英雄呢会有特别的阵感，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另外呢，它一直也是 KPL 的合作伙伴。它是比赛用机，并且这台机器呢也有独立的 HiFi 芯片。如果要走大众路线，那么这种机器肯定要比之前的那种 iQOO 3的那种 ID 设计啊，那种风格啊更加招人喜欢一些。反正这个我觉得更加大众一些。还有就是120瓦的超快闪充，这是一个4000毫安时的电池。官方宣称呢是15分钟可以充到100%，我们小白测评实测呢是16分钟就可以把它充到100%，就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可能温度上呢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是它真的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吧，建立频道以来吧，当然也可以说是地表最强吧，最快的充电速度了。这个什么感觉啊？就是我觉得已经没法形容，就是它很快了，就是你插上充电器的一瞬间，你在握着手机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电就是在飞往里面，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完全已经不用在意这个速度这个概念了，就是10几分钟你就可以把它充满，就是你一愣神儿，或者说是吧，你跟这边朋友说几句话是吧，你出去上个厕所，这个都不是让你充了几十%，是直接给它充满了，就这种感觉啊。在技术方面呢，这次它充电器方面是采用的一个20伏6安的输入功率组合，这个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是电池呢它是承受不住这么大的这个功率的。它首先第一步呢是通过双半压电荷泵呢完成20伏6安到10伏12安的一个电压电流转换，这样的话呢就会平衡一些，这是第一步。然后呢，它内部呢是采用了一个双电芯的一个电池组，这个现在超高瓦数啊过百的这种必须都得使用2块电池，因为太高了，这1块电池确实是承受不住。然后大家可以把初中物理这4个字打在公屏上啊，它是通过串联降压的这个原理，将10伏12安最终转化为2个这个5伏12安，这样就是2块电池每块都是60瓦的速度，这样它就可以实现是吧？15分钟、16分钟就可以充到100%，这个相当恐怖的速度。它的电荷泵的转化率呢是高达98.5%，而且呢在安全性方面，它是首个通过德国莱茵的安全快充系统认证的120瓦的快充，这个也是安全性上给一些这个保障吧。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啊，就是之前的超高瓦数，大家也提出来过这种疑问，就是它对电池的这个寿命是不是有影响？这个包括之前50-60瓦的时候，一直都有人有这个疑虑啊。这个电池，这个120瓦是吧？啊，它可以保证电池800到1400的循环使用寿命，这个是远超国标的一个数据，所以说并不需要太担心啊。其实能够量产做出来卖给你的啊，这个在循环的次数上呢，应该都是有一些保障的，要不然它也是吧，你用个半年它就不行了，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儿。OK，咱们来简单总结一下啊，其实这2台机器呢，我首先把玩一段时间，最大的感受就是上手的质感方面啊，就是轻薄，因为作为旗舰机来说，它们2个都没有超过200克的重量，这个是极难做到的，并且在厚度方面，一个8.32，一个8.9毫米也控制得很好。而且在 ID 设计方面，应该是这次 iQOO 系列最大的改变，就是它不再强调自己的这种游戏化，但是呢，它也通过这种赛道版啊来强调自己的极致性能的属性。还有就是镜组 ID 设计上的改变，这种 ID 设计的家族式的风格吧，希望蓝厂能后面延续下来，因为确实还是挺漂亮的，就是没有任何臃肿的东西，不会给你加一些乱七八糟花哨的这种设计。OK， 在前期的
的体验上呢，差不多呢都跟大家聊到了。后期呢，我们也会马上进行它的数据测试，然后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面。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即可。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